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人开始讲起。2015年3月13日，老人因糖尿病引发心肺衰竭，病逝于台湾台中医院，享年73岁。老人名叫潘振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且稍显传统的华人的名字。但是如果提起青龙高，估计包括大陆地区在内的观众朋友都会惊呼一声：原来是他呀！不错，潘振强老人正是这个热销东亚地区跌打损伤药膏青龙高的创始人。根据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的记录，潘振强生前与其胞妹都是新加坡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公司主要生产生物制品，创建于1973年。直至潘振强老人去世前，他都是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则是他的妹妹潘美华。根据台中刑事局打击犯罪中心资料显示，潘振强去世时，就其土地与现金存款以及他在青龙高公司的股份总和已经超过1元新台币。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这里引用的货币计量单位是新台币，而不是新加坡的法定货币新元。这是因为潘老过世前以及过世后都与一名来自台中市的妇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妇人在潘老过世后，不仅自称是潘老的合法妻子，她更是主张要合法继承潘振强老先生上亿新台币的巨额遗产。为此，这位妇人与潘老的家人一路将官司从新加坡国家最高法院打到台中市地方法院。根据2016年6月9日新加坡联合晚报的报道，潘振强老人自2014年12月17日应台中妇人黄冠珍的邀请，赴台洽谈青龙高在台扩销业务，顺道看病，直至2015年3月13日突然离世。期间，台妇黄冠珍不仅先后从青龙高公司会计处以及潘老的胞妹潘美华处，通过虚报、篡改医疗收据的方法，报得130万新台币，更在潘老先生离世后突然声称自己是潘老唯一合法的遗产继承人。其实，单从当时法律框架下的相关规定来看，黄冠珍的主张并没有毛病。依据新加坡婚姻注册局记录在案的内容显示，潘振强老人并无法定婚姻记录，而潘老生前最后18天与台妇黄冠珍在台中市中区户政事务所注册的婚姻登记，则成了他生前唯一合法的法定婚姻关系。也就是说，单从法律上来看，黄冠珍确实拥有潘振强老人的遗产继承权。朋友们，按照欺诈案的套路，估计不用我说，你也感觉到了这起案件处处透着一股不寻常的气味。潘振强老人赴台短短3个月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潘老身体的健康状况为什么在赴台后开始急转直下？重症急诊入院后已经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他又为何着急忙慌地出现在台中婚姻登记处？台中刑事中打副队长陈恒正警官为何在拿到案件的第一眼居然吓了一跳？不仅自称这个老人前几天他看到过，而且他还知道害死他的人是一男一女。但是事实上，在陈恒正队长拿到案件的1周前，潘振强老人已经离世，也就更不可能在几天前与陈恒正警官有缘相见。潘振强老人生前的最后3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想要讲清楚这一波三折稍有复杂的故事，我们需要把时间拨回到30年前的新加坡。台湾的部分媒体有报道说，潘振强老人与黄冠珍女士是在30年前的一次台湾佛教信徒的佛法活动中，先与黄父认识，后又认识了黄冠珍女士。但在台中刑事局侦6大队的记录中，则注明30年前的这场相识发生的地点是在新加坡，孰是孰非已经没法考证。但2013年年中，两人又于新加坡的一次佛教活动偶遇，倍感亲切的同时，黄冠珍女士更是得知年逾70的潘振强老人不仅单身，而且身价不菲。也正是因为这一次巧遇，两人的沟通往来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在这次的巧遇中，除了黄冠珍女士以外，潘振强老人还认识了黄冠珍女士的表舅刘文彬先生。后经台中警察核实，刘文彬真实的身份其实是黄冠珍女士的婚外情郎，而黄冠珍女士在籍的信息显示，此生未婚，但育有一子，时年已经20有余。按照台湾自由时报的说法，
自打黄冠珍知道潘振强不仅未婚，还坐拥上亿元身家之时，他与情郎刘文彬便开始热情起来。黄冠珍一边游说潘老说，台湾的中医药学要比新加坡发达很多，既然你在新加坡用西医已经治疗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很好的效果，倒还不如前来台湾试试中医。他还表示，他的表舅刘文彬有相熟的老中医，对糖尿病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案。由于潘振强老人本就是从事中医药学相关的产品研发与生产，对中医药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基础，加之与黄冠珍已经认识了30多年，两人因佛结缘，同归佛宗。另外，由于黄冠珍一直强调他在台湾注册的公司很想代理潘老的青龙膏，进而打开青龙膏在台湾的市场，就此潘振强老人也就不幸有余，放心前往。2014年12月17日，潘振强老人乘坐预定好的航班飞抵台中。根据潘老的胞妹潘美华女士的说法，当时潘老预定的是双程机票，原计划是在抵台8天后便回狮城，只是没有想到哥哥此去便无回路。台中警方调查走访时，相关单位及民众反映，潘振强抵台后，黄冠珍与刘文彬便安排潘老参访寺庙以及住进普提医院进行健康检查。当时潘老行动自如，并无大碍，常常在佛堂前打拳散步。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潘老的身体突然出现异常。2015年1月1日到2月21日期间，潘老先后出现了不能排尿、不能自行活动、必须借助轮椅的状况。3度就医后，第3次就医不得不长居医院42天。根据当时入院医疗记录显示，潘老当时身体的状况符合医院办理出院的条件，可以出院。但就在出院不到1日的情况下，潘老又因无故摔倒急诊入院后，但于当天又办理了出院手续。直至3天后，也就是2015年2月24日早上6点，潘振强老人突然因糖尿病恶化引发肾衰竭，前去医院挂了急诊。但令所有人大感意外的是，当天下午1点多，潘老已然无法自由行动，必须乘坐轮椅，身体严重虚脱的潘振强老人却非常意外地出现在台中市中区户政事务所。负责侦办此案的台中刑事局中打副队长陈恒正表示，潘振强老人当天早上约6时挂急诊，黄冠珍下午就推着坐轮椅的他去办理结婚登记，1天内取得了合法配偶的身份。不仅如此，根据台湾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婚姻登记时必须出席的证婚人也是黄冠珍的情人刘文彬担任的。不得不说，为了钱，这个男人也真是拼了，亲自把自己的情人送到别个男人的婚姻关系里。登记结婚后，黄冠珍强行把潘老推回家中。此时的黄冠珍那真的是装都懒得装了。静候潘老归去的中间，他还飞去过新加坡1次，去找潘老公司的会计报销此段时间潘老急诊及住院的相关费用。3月2日，潘老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急诊入院后，于3月6日进入昏迷状态。3月8日当天，血压开始下降，医院方面不得不出具病危通知书，并将其送入加护病房。即使潘老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病危，而此时的黄冠珍并无通知潘老家人的打算，因为他自知如若潘老亲人接替他的看护工作，他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3月11日，就在潘老已经持续昏迷接近1周的时候，黄冠珍乘坐当天的航班飞抵新加坡，找到潘老的胞妹潘美华女士，报掉了此段时间潘老急诊住院的费用达到100余万元新台币。当然，这部分的费用有70%是黄冠珍和刘文彬通过篡改注水医疗单据后虚报的费用，这个部分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也就在这个时候，潘美华女士及潘老的其他兄弟姐妹才得知自己的亲人在台中已经病危。潘老胞妹潘美华女士立即收拾行囊，翌日跟随黄冠珍飞抵台中。潘美华虽然心里对胞兄的身体状况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在医院看到全身插满管件、已经进入深度昏迷的哥哥，不禁还是悲伤的不能自已。即使如此，此时的潘美华也没有朝哥哥可能是被人所害的方向进行怀疑，毕竟哥哥年纪大了，此前身体就有异样。朋友们呢，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整个故事最为吊诡的情节，别说是潘美华女士了，就是在座的各位，估计骂娘的话都要脱口而出了。就在潘美华女士抵台后，见到哥哥最后一面不久，医院再次开具了病危临亡通知书。
2015年3月13日下午3点，医院宣布潘振强先生因心肺衰竭而亡。也就是这个时候，还没等胞妹潘美华反应过来，黄冠珍对着已经深陷哥哥病亡的悲伤中不能自拔的潘美华说：“我与潘振强已经合法结婚，按常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嫂。”他会跟随潘振强的骨灰返回新加坡，并会听从潘氏家族的一切安排，包括一同出席潘振强的身后注释。潘美华听得懂这位所谓的突然凭空出现大嫂的潜台词。哥哥来台的3个月，他却成了哥哥的遗孀，哥哥的巨额遗产有他一份。按照潘美华的说法，我在新加坡给黄冠珍100万医药费的时候，才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他。10几天前，他和哥哥在台中登记结婚，从未听哥哥说过。不管怎么说，结婚这种大事，即使哥哥当时病重，按照哥哥的传统思想，他若和黄父真心相爱，哥哥怎么着也会打个电话给家人报喜一声。他是不可能不和家人报备的。面对贪得无厌、口若悬河、装都懒得再装的黄冠珍，潘美华没有说话，但他自知此事并不单纯，他便在台偷偷请了律师代为调查。与此同时，黄冠珍也没闲着，他怕夜长梦多，在他与潘振华婚后18天，病故仅3天后，黄冠珍拿着自己与潘老的结婚证明，急匆匆地安排了潘老的遗体在台中殡仪馆快速火化。紧接着，他还没等潘振强入土为安，黄冠珍便以潘老遗孀的身份奔赴新加坡，起诉至新加坡国家高院，要求分割他作为妻子合法继承潘老遗产的部分。而另一边，潘老胞妹潘美华委托台湾方面的律师，也调查出潘老在台入院期间的医疗费用，黄冠珍和刘文彬存在伪造医疗账单的违法行为，且黄冠珍与潘老的婚姻注册也存在着诸多疑点。按照时任台中刑事局中打副队长陈恒正的说法，潘振强的病情其实是蛮严重的，呼吸衰竭、肾衰竭此等重症。我们有问过医生，在那种情况下，人是不可能很清醒的去做那种事情的。潘振华依然确认，哥哥的死并不是单纯的病症之因，很可能哥哥是被人算计了。潘振华透过台湾的律师紧急向台中地方法院发起诉讼，要求判处潘老与黄冠珍的婚姻关系非法无效。在收集相关证据期间，潘美华还发现，就在哥哥赴台1个月左右的时间，黄冠珍曾飞来新加坡，找到公司的会计，同样用篡改医疗单据的方法骗走了30万新台币的医疗费。2015年6月，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受理潘美华起诉黄冠珍欺诈案后，甚感怪异，进而转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林俊杰进行侦办。林检电话给台中刑事局中打副队长陈恒正，原请侦办。陈队长第2天接到林检送来的案卷卷宗，大为震动。他当时就告诉身边的员警说，大约1周前，他曾梦到过一个老人跪在刑侦队的大门前，用闽南语哭诉称：“我死的不甘愿，害我的人是一男一女。”意思是说他很不甘心，请陈恒正警官帮忙申冤。不过这里需要多说一句，以上内容是陈恒正警官接受采访时对外所说，算是民俗传说的个人传奇故事，仅供参考，不能作为官方案件破获的依据。这也就是说，故事开始的时候，大象曾说过，陈恒正警官在第一时间看到潘振强护照上的照片时，便被震惊到直呼：“这个老人我见过，害死他的是一男一女的原因了。”陈警官接警后，剥离重重迷雾后，他很快发现，如果直接传讯黄冠珍和刘文彬，恐难问出实质性的东西，他们之间肯定已串好了口供。但在潘振强来台期间，除了上述2人以外，还有一个人基本都陪伴在潘振强的身边，那就是黄冠珍帮潘老请来的大陆籍时年48岁的看护李梅。最为重要的一点是，2015年2月24日当天上午急诊后，黄冠珍与潘振强在台中市中区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的时候，看护李梅就在现场。随后，陈恒正警官在没传召黄刘2个重要嫌疑人的情况下，先行传召问讯了看护李梅。起初，李梅坚称，当时他亲眼看到了潘振强是亲手在结婚登记表上亲书其名。就在问讯快要结束的时候，问讯的警察意外发现李梅在应讯时暗藏手机偷偷录音。在办案警员的追问下，他再次谎称手机是自己的，录音只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但在警察追问手机开机密码时，他竟然一时答不出来。
来，李梅不得不供称手机是黄冠珍在他应讯前交给他的，目的是录下应讯时的内容，方便黄刘二人进行串供。李梅说，在结婚登记现场，他并未看到黄振强亲手签名，相反的，真实的情况是，当时黄冠珍拉着潘振强的手，在结婚登记表上签了名。当然，李梅之所以这么做，原是黄冠珍与刘文斌本就是一对情侣，两人在给他一个大大的红包后，他也就不得不顺水推舟卖了个人情。事后，台中警方更是在黄冠珍的住处搜出由他亲书的10多页应对警方问讯的交战手册。至此，台中警方不得不怀疑台中市中区户政事务所的职员很可能也有涉案，因为陈队长在收证时要求户政所提供当天的闭路电视的录影时，户政所的工作人员说，相关的监视录像已经删除了。户政所给出的说法是，每隔一段时间，监视系统会自动删除较早前的录影。但在进一步调查后，户政所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两人在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潘振强虽然看似生病了，但精神尚可，加上两人书面资料均无异样，老者又是乘坐轮椅而来，本着便民利众的原则，才会核准他们的结婚登记。根据陈队长现场取证的情况来看，工作人员对面的电脑屏幕刚好挡住了潘振强签字时的视线。换句话说，即使是黄冠珍拉着潘振强的手签了字，工作人员也是很难发现的。黄冠珍与刘文斌串通看护，强迫潘振强备婚，且看护不利的情况下，致使潘振强病情加重，提前离世一案，算是真相大白。黄刘二人也在潘老离世1年后交由法办。至于事情发酵后，广大民众有疑黄刘二人是否下药害死了潘老，但因潘老的遗体已经被黄冠珍快速火化，且生前就有诸多宿疾，已无证据可以证实。全案只得以欺诈罪嫌交由法办。当然，看护李梅因为涉嫌串证一并法办。故事的最后值得一提，且听起来颇具玄幻色彩的事情是，黄刘二人落网后，陈恒正警官又梦到了潘振强老先生，他笑着用闽南语说，很感恩这2个人被你锁住了。而被强制关进看守所的黄刘二人则对监警表示，两人经常在梦中梦到潘老先生，言辞警告两人不得贪图别人的钱财，否则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根据陈恒正警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潘老先生离世后，侦查黄刘二人期间，发现黄刘二人衰事连连，不是车辆故障，就是开车撞伤大学生，做生意也赔钱，负债累累。似乎这样的结局颇具宿命感，也正应了那句老话，坏人做坏事总有审治，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倒也符合中华文化以及佛学里的宿命论。但是万象想要说的是，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披着所谓佛教徒、道教徒或其他什么教徒的外衣，道貌岸然的让众人以为他们也是善良信众的一部分。其实不然，他们或许才是那头披着羊皮的狼，正在伺机用他们的狼牙撕咬那些一不小心落入狼群的羊儿们。正如潘家妹妹美华所言，哥哥一生信佛，有经济能力以后，更是经常捐款助弱，注印经书。哥哥生前节俭乐施，直至离世前，他还独自一人住在红帽桥政府祖屋。万万不曾想过，结识了同是佛门弟子的黄冠珍，竟然走了条不归路。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